100年前，恐怖复苏，整物如草，人类觉醒人民，成为除魔师和诡异抗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在你出车祸后成为植物人的这1个月里，你的灵魂穿越到了另一个诡异遍地的世界？对，我还绑定了系统，只要杀死足够多的诡异，就能回来，并且激活系统。为此，我杀了整整1000年。江医生，你已经被诡异缠身，只有我出手才能解决麻烦。你身上没有一点灵能气息，如果我被诡异缠身找你的话，结果只会一起死。江医生，我没和你开玩笑。虽然现在我一身功力荡然无存，但斩妖除魔的手段还在，保你绰绰有余。带下去吧，恰大药量。白夜先生，还请跟我离开。任务：击杀 C 级诡异子母怨灵，并且保证江珠的生命安全。系统奖励：天师秘录10年功力，千魂幡炼制方法，时限47小时23分，失败惩罚阳寿减10年。击杀子母怨灵，可这个蠢女人根本不信我，想要保证她的安全有点麻烦。快来人，3灵要变好蠢了！白日星宿，这可是 B 级以上的诡异才有的能力。怎么回事？患者怎么会忽然死亡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开门就看到这一幕了。让除魔队来调查一下吧。这都已经是这个月第2例患者自杀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医院恐怕都开不下去了。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本身精神病人自杀率就高。这可不是自杀，这女人是被活活溺死的。白夜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回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她是溺死的？这很简单，首先她皮肤是鸡皮状，这是因为在受冷水刺激后，立毛肌收缩所导致。也许是空调温度开太低了呢。她口鼻处有旋形泡沫，人在溺死过程中，呼吸道粘液会大量分泌，加上剧烈的呼吸运动，使粘液和空气进行搅拌，才会形成这种泡沫。患者患有癫痫，说不定是癫痫发作了呢。你和我犟没用，你可以看看她的指甲，里面含有大量河泥。这里方圆3公里都没有水源，监控里她也没有出门，甚至她的衣服还是干的，没人能办到，她怎么可能溺死？确实没人能办，但如果干这事儿的不是人呢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杀死患者的不是人，而是诡异？江医生，您和一个精神病人说这么多干什么？怎么死的？等除魔队到了就知道了。江医生，这只是开始，那诡异是奔着你来的，今晚一定会找你索命。你送她回病房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我自己会走，但我希望你能收好东西，关键时候能保你。江医生，放心吧，现场没有一丝诡异气息。我也是疯了，居然会相信一个精神病人所说。停电了。这些是什么东西？恶作剧吗？姐姐，陪东东一起玩个游戏吧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眨眼哦！诡异，谁来救救我？游戏结束，惩罚是姐姐要被东东吃掉。白夜没说话，是他保护了我。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，去找白夜救命。天地之间，阴阳相通，奉太上之命，招阳历之魂速至坛前，听我号令，不得有误，急急如律令。这是哪？我不是死了吗？说，
谁杀的你？我不知道，我听说这屋子以前死过人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无差别杀人吗？有点麻烦。护身符被触发了，这个女人倒是没蠢到把护身符给扔了。看来在你嘴里是问不出什么了。这里很安全，往生去吧。现在只有白夜能救我，得快点找到他才行。姐姐，你是在跟东东玩捉迷藏吗？在东东开始倒数了，60、59、1分钟，这也太少了，我没跑到1楼，时间就要到了。不行，这样根本跑不到白夜那里，时间就到了。我得想个别的办法。对，护士长办公点有每个病人的联系方式，我可以给白夜打电话，让他来找我。没记错的话，白夜应该是住在404号病房。怎么找不到呢？找到了！快接电话呀！14、13、12、11、19，不能再继续在这里待着了，我得赶紧走。6、5，还没接电话，我人不在病房里了。1，时间到，姐姐，东东来找你了，不能再跑了，得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你神经病的，倒是快接电话呀！姐姐，东东来找你了，这就找上来了。我看恐怖片里，好像鬼怪都是按照人的阳气来找人的。我呼吸，不在这里，也不在这里。完了，这厕所就4个蹲位，当初设计的时候怎么没多弄几个呀？不在这儿，东东去别的地方找。得救了！喂，是白夜吗？对，我是白夜。我说小叶子，你要的东西可真难找啊！不过东西已经搞定，给你放在指定的地方了。辛苦你了。下次别莫名其妙跑到精神病院发癫就好。走了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总算是拿到手了，那么接下来轮到我的回合了。白夜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神呢？姐姐，东东找到你了！你不要过来！我没招惹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有个病人很厉害，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似乎我只要盯着他，不眨眼，他就不能伤害我。姐姐，陪东东一起玩个游戏吧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眨眼哦！我真蠢，怎么没想到呢？不行，眼睛开始酸了，我这也扛不住多久啊！必须撑住，就这么撑着找到白夜。不好，没控制住，眨眼了。不好！白夜，你终于来了！只是 C 级，居然就拥有规则之力，哼，倒是稀有。倒是可怜的小家伙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死后还要化作诡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认识他？怎么现在相信我了？不把我拉下去，交代要领了？白大师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行了，我要较真也不会来救你了，还是先解决面前的麻烦，滴2滴抹在眼皮上，这样就不需要担心这个小家伙能害你了。白大师，这是什么？抹了这个，他自然就害不了你。啊，好神奇！明明是闭着眼睛，我却能感知到它的存在。这是耕牛的眼泪，耕牛一生为人辛苦劳累，临了却要被人屠杀，一身怨气就会化作眼泪。抹了这个，不管你是睁眼还是闭眼，都能感知到这个小家伙
你懂得好多。既然你这么有本事，为什么会……还不是为了保护你，不然我疯了才会来这精神病院受罪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识好歹，所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真的在那个满是鬼怪的世界？这事以后再说，现在还请配合我。配合？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应该帮不到你吧？大师，你是超度他了吗？他已经化作鬼翼，还害死过人，没法超度，我只能将他封到符箓里了。好可怜。确实可怜，要不我把他放出来还你？我就感慨了一下，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？不管他身世多可怜，终究是化作了鬼翼，还害死过人。我明白了，放心吧，白大师，我不是恐怖电影里那种圣母心爆棚，导致坏事的蠢人人设。明白就好。那么接下来该做正事了。啊，正事？这诡异不是已经被你收服了吗？这是子母冤魂，母子一体，现在只是收了小的，大的还在等着呢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到你？你应该不是简单的被子母冤魂缠身，背后应该有人在针对你。如果不能揪出幕后黑手，这事情根本无法停止。白大师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可一定要救救我！我既然出手了，自然会帮你解决的。你得罪过什么人吗？就是那种看着就不太简单的人。没有，我从小到大都没和人作对，毕业后直接就来这家医院坐诊了，哪有空得罪人？那可能是父辈的恩怨。你爸妈呢？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，或者得罪过什么人？我爸妈在我高中时候就出车祸死了，没有得罪过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我爸在出车祸前几天神神叨叨的把这个青铜盒子交给我，说如果他死了就让我找个地方把这盒子埋了。那你不照办，还留着这盒子做什么？我丢过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丢了第二天总能在身边找到这盒子。后来想着也没影响到我什么，就一直留着了。这盒子怎么在流血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那好消息吧。好消息是，这铃铛我认识，叫青铜镇河铃。青铜镇河铃？这是漓江娘娘的陪葬阴器。古时候漓江水患，古人为了稳住漓江水神，会将未婚少女投河祭祀，这些少女就是漓江女。好残忍！不过漓江娘娘和青铜镇河铃有什么关系？漓江娘娘投河前身上都会带着这枚青铜镇河铃，带着青铜镇河铃的女子在投河后，青铜镇河铃不仅能锁住那些漓江娘娘的怨魂，也能将为非作歹的漓江水神镇住。所以呢？这就是坏消息了，你被青铜镇河铃缠身，也就是说你被漓江水神盯上了，他应该是想让你成为他的漓江娘娘。我才不想嫁给他，我还没活够呢。这可由不得你，你父亲应该做的是跑船生意吧？以前负责在漓江运货，赚的挺多的，不过死后家产被合伙人给侵吞了。那就是了，你父亲应该是和漓江水神有什么交易，漓江水神保佑他顺风顺水，代价则是你成为漓江娘娘，这和倩应该就是过来送婚帖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爸爸很爱我的，所以他才会和你说那些话。很明显，他后悔了，想要反抗，但最终失败了。白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只要你帮我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。行了，别一副要以身相许的姿态了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想说……别说了，这无关紧要，还是先解决面前的麻烦吧。死气缠东南，朱砂断凶煞，快把这纸包里的朱砂撒在楼下花坛的东南角。好，记得一定要径直跑过去，过程中不能停留，也不能回头。扫完朱砂后，原地数10秒，1秒不能多，1秒不能少。
10秒一到就赶紧回来。这会有危险吗？废话，现在那何倩亡魂应该就在医院里面徘徊，你下去一定会碰到他。那要不，白大师你陪我？我已经出过手了，那脏东西现在对我很忌惮，我要再出手，他肯定投鼠忌器躲起来，到时候麻烦只会更多。那我就出发了。对了，你回来的路上，不管看到了什么，千万不要跑，一定要往前走，每走3个台阶就要往下走1阶，然后就是不管是谁叫你，都千万不要回头，知道吗？我记住了，白大师，我要遇到危险了，你可一定要救我。放心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保你安全。出去后就不要回头了，人肩上有2把火，代表着阳气，遇到脏东西时，回头会把肩膀上的火给吹灭，到时候神仙来都救不了你。知道了。漓江水神，没想到居然惹了这么个麻烦出来，也不知道后续系统会不会触发任务，不触发的话，我岂不是白干了？也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，我还不想死啊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不好，脏东西来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找到你了！回头就完蛋了。走，往前走。看来白夜说的是真的，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一定能救我。我走好了，他一定是想要靠这个动作逼我回头，一定不能回头。好重，这样下去我根本没体力回去了。放弃了，我得救了。珠儿，快跑！那脏东西要追上你了。爸，你怎么？终于回头了，娘娘，我来接你了。一定要赶紧找到白夜。托温诊是不是在3楼吗？这都跑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到？你跑不掉的。完了，我要死在这里。大胆孽畜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在本天尊面前还敢伤人！是。白大师，我得救了。哎呀！区区 C 级怨灵也敢在本天尊法相面前逞凶，父！到我身后来，他暂时动不了。白大师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他变成我老爸的模样。唤醒祸心，鬼域伎俩，幸好你最后关头没再乱动，否则哪怕是我都救不了你。别想了，大王在召唤，逃不掉的，时辰快到了。不好，这是漓江水神在强行催动河灵，接引冥河气息，这医院要被拖入水府监狱了。大王即将莅临，你们
狗仗人势、狐假虎威的畜生！听着，这法项我撑不了多久，必须立刻解决这问题，否则等水府通道彻底打开，我们都得被拉入漓江鬼窝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乃九阴玄女之体，你的血对脏东西来说是大补药的同时，还是最大的毒药。用你的舌尖血喷到我的手指上来。什么？快点！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一无精血，奉请神威，祸邪显正，灭形诸魂，急急如律令。白夜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任务：击杀 C 级诡异子母怨灵已完成，奖励已发放，新任务触发。主线任务：在月圆之夜前彻底断绝漓江水神与江州的契约联系。任务奖励：上清雷法残卷，天师秘录功力加100年，阳寿加50年。失败惩罚：宿主道基受损，阳寿减20年。时限：167小时59分、59秒、58秒、57秒。这就是天师秘鲁的功力吗？不愧是10大奇境，10年功力竟能顶得上我之前100年努力。白大师，你已经恢复了。小有突破，无碍。那我这算脱困了吗？恐怕没这么简单。那位漓江水神的实力远超我的想象，恐怕还留有后手。白大师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呀！刚才我出手，那位水神恐怕已经记上我了。我就算不管，他也要追杀我到天涯海角。都怪我，连累了白大师你。不过只是区区镇守一方的要挟罢了。我既然管了这事，便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白大师，所以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？你指的是？就是白天说的那些。我在车祸后确实灵魂穿越了，放在以前，漓江水神这种小妖，我压根不会放在眼里，也就趁着我实力全失，在这耀武扬威。要不通知除魔司，听说除魔司中天才异宝无数，一定有办法助你恢复功力的。相对于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恢复一个不受控制的高手，他们反倒会想方设法从我口中套出更多机缘。怎么会？自从诡异复苏，除魔司一直都是致力于保护人族。我不但于最大的恶意揣测他人。好吧。再说了，现在就算想要离开这里去找除魔司，恐怕也晚了。什么意思？情况紧急，请各位医生、护士、患者于中庭集合。再播报一次，情况紧急。看来已经有人发现不对劲，不过刚才动静那么大，没发现才叫有鬼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出来玩了。刚才那是地震吗？好大的动静，都给我震醒了。我上厕所呢，吓我一跳。天地异动，风云变化，道爷我成了。诸位肃静，我叫刘涵，肯定很多人不认识我，但这无所谓，只要认识这个证件就好了。刘涵，他居然是除魔司的人，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实习生。王医生，你好像给刘涵穿过不少小鞋。我那是为了磨练他。再说了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我肯定心里也不舒服啊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暂且不论，我先说说大半夜集中把大家喊来的原因吧。不是地震吗？刚才那不是地震，而是鬼气冲击。鬼气冲击？早在1年多之前，这家精神病医院就检测出了诡异波动，疑似有门的气息存在。我之所以来这家医院实习，就是除魔司的任务。门？那岂不是说我们整天就生活在一个核弹身边？上一次鬼门打开，可就直接屠了一个城市的居民啊！只是疑似，还没有确定。不过就在刚才，我检测到了一股强大的诡异波动，那恐怕是 A 级以上的诡异出手了。白大师，这异动不是因为我引起的吗？可我是半年前才来这家医院实习的，为什么这刘涵说1年半之前，这医院就检测出了诡异波动？还能怎样？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你来这里，将你当成一个锚点。
用来打开那扇门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人生轨迹一直在他人的安排之中？你是九阴玄女体，亿万中无一，以你性命为引，也足够开启一扇门了。诡异这么神通广大，还能控制我的人生轨迹？恐怕出手的不是诡异。我想你应该明白一件事，诡异固然强大可怕，但人心更为可恶。有人故意想要打开鬼门，这怎么可能？鬼门出现，就代表着一座城池沦陷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做？图啥？末日当前，有人拼死抵抗，自然也有人因为害怕，想要投敌，亦或者说崇拜于诡异的强大，愿意当诡异的狗。真的会有这种人吗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让我走，干嘛？大家不要惊慌，一切惊恐都在掌控之中。只要大家听我的安排，我保证一定能让大家活下来。哎，哼！你保证？你的保证值几个钱？我们要求离开，我们不想死在这里。这人说话倒是有些条理逻辑，不像是精神病人，还知道煽动大家的情绪。这人叫赵浩，半年前进来的，入室盗窃时看上了女主人，为此灭门了一家3口，被逮捕时佯装自己是精神病。这也行？我很讨厌此人，每次问诊的时候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。不过他演技很好，至少我无法证明他不是病人。活下来，我们要活下来。我们要求离开，我可不想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就是，听说想要镇压门，需要不停地献祭活人。我严重怀疑这些日子死的几个人和你们除魔司逃不脱干系。哼！大家不要慌，贸然离开，少了活人气息，门只会开得更快。完了，我好像闯祸了，早知道不该说出真相的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反正我不愿意当祭品，你必须让我们离开。没错，我就是个臭打工的，别想道德绑架我。鬼门大开，无非也就是屠灭一座城，大不了我离开这座城市。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，谁敢跟你们一起死啊？白大神，这个刘涵说的是真是假？半真半假吧。怎么说？其实门不需要这么多活人镇压在近处，可要是让这里的人出去，届时整座城都将会陷入恐慌，人都跑完了，鬼门自然也就无所顾忌的开掉。人类已经彻底失去江城这座安全都市。那这个幕后黑手目标不就是为了打开门吗？既然如此，直接将这个消息捅出去不就好了？一座空城，就算鬼门开了也没什么用。那些人要的从来不是江城这座城池，而是栖息在其中的活人生死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热闹呗，反正大家都走不了。什么意思？哪来的血腥味？那是什么？血雾！害怕！这是要让我们全都死在这里！快跑！快跑！这是，不行，得赶紧呼叫总部。白大神，我们不跑吗？跑什么？你觉得我们能跑得出去？怎么会打不通？难道门要开了？这个消息必须要传出去。跑不出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忘了之前铜铃响的时候发生什么了吗？当时那个漓江水神想要把整座医院都拉入水府监狱。对，不过当时被我给拦住了。但哪怕是这样，依旧还是让那漓江水神留下了这血雾。月圆之夜前，恐怕谁都无法离开这医院。白大神，你也没有办法吗？花费一些代价的话，倒是可以出去，但没必要。为什么？离开了，然后呢？那漓江水神还不是会找上门来？到时候我要因为付出代价，需要重伤面对他，还不如以逸待劳。倒是有些道理。而且留在这里，这段时间我还能布置一下，把这里布置成我的主场，对付那漓江水神的把握还能更大一些。赶紧出去！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回来了？爸爸妈妈，我不想死在这里啊！都是你！现在好了，
害得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了。就是，啊！不应该呀，还没到门开的时间啊，怎会如此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要把我们带出去！一群蠢人，明明被陷入困境了。此刻刘涵作为驱魔人，是唯一能保住他们的人，居然还要得罪人家。我们要不要拦一下？拦什么？到时候他们反倒会记恨上你，鬼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可是，此事是因我而起的，是我害了他们。首先，这事你也是受害者，真正有罪的人是那幕后黑手，而不是你。可就是我爸为了贪欲，和那漓江水神签订了契约，所以才……别太瞧得起自己了。就算没有你江主，也有赵主、钱主作为影子被引入这家精神病院，用以打开这扇门。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若还抱着这种态度，只会死更多的人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比诡异更恐怖的是人心。做好自己的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好吧，大家请冷静一点，不要意气用事。若是再这么乱下去，只会让诡异得逞。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了！你不是除魔司的吗？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出去。你不会是想到时候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出去，把我们留在这里当活祭品吧？大家先别急，至少我现在还在这儿。我先接个电话，看看能不能让外面的人来接应我们。行，反正我今天拼着不睡觉也要盯着你，别想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离开。太好了，是总部打来的电话。太好了，没有救了！那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接！看来这位刘涵确实是道德很高的人，应该是新人。这样下去，害人害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想着救更多的人，不是好事吗？若是有能力，救更多人自然是好事。可若是没能力，贸然行动，只会害人害己。你一定觉得我这种想法很自私。若人人都如此，那人类早灭亡了。只能说你太肤浅了。看着吧，事实会证明我才是对的。喂，是总部吗？开免提，别想瞒着我们，偷偷搞事情。就是，开免提。是编号9376的刘涵队员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总部监测到精神病院有强烈鬼气波动，但精神病院被血雾笼罩，无法探测里面的情况。你作为任务队员，请详述里面的情况。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血雾莫名其妙就起来了。现在这里的医生病人闹得厉害，想要离开医院，请总部指示。有趣。怎么了？看来这除魔队的刘涵实力也不太行啊，连这通电话的异常都没注意到。异常？你忘了之前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了吗？你是说电话那头是诡异？看着吧。啊？你说他能有办法吗？怎么回事？我就说除魔司总部想我们死，这会儿肯定在开会，想着怎么糊弄我们呢。没错，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们可不想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下，虽然里面的人离开会引起恐慌，但除魔司是为了保卫人类而建立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人去死。看吧，我就说我们除魔司不会做出那种肮脏事的，所以还请大家冷静一点，听候官方安排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？根据我们这边的资料记载，在医院的后院是不是有一口枯井？确实是有一口枯井，在我入职前就存在了。不过老院长说那口井绝对不能打开。这精神病院当年就是建立在绝煞之地上，而这口枯井就是当年压制着绝煞之地的阵眼，打开阵眼就能与外界相通。可直接打开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后患？阵眼打开的话，绝煞之地就会控制不了。但我想与近100条人命相比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领导都说了，先救人，你怎么这么磨叽？你不会是想着让我们死在这里，镇压这个绝煞之地吧？就是，之前我就觉得刘涵你这小伙子不靠谱，果然如此。我要出去，我不要死在这里。那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？打开枯井后，把井边的木桶放下去打水，记住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能伸头去看井底。
白大师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？你刚才说那电话是诡异打过来的，那岂不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么做了，就是在自掘坟墓？不，那电话倒是没骗人。打开那口井的话，大家还真能出去。那些诡异会有这么好心？只要打开这口井，不管怎么样，门被打开的进度怎么都会往上提一级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落入诡异的圈套！不行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如果门打开的话，会死很多人的。他说什么？江医生，你自己圣母可别带着我们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想我们成为祭品，都死在这里？没错，江珠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你想死自己去死，别带着我们。就是，我还没活够呢。不是，那通电话有问题，我们肯定可以找到别的办法出去的，绝对不能采用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手段。有办法？行，我也不是什么自私的人，只要江医生你说出第二个办法来，我们就按照你说的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哼，江医生，你既然自己没有办法，又不让我们自己寻求出路，那你这不就是让我们在这坐以待毙吗？就是啊，你的小活，我们还想活呢。看你也是高材生，文化水平很不错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。这些年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我呢，大人有大量，你识相点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一会儿我们出去还能带着你，否则，哼。哎，等等我呀！救命啊！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白大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想到。无妨，本来我也对你不抱什么期望，早点说明白也好。我真不是想害他们，我只是想要大家都好好的。我明白你说的，但末日当头，有时候人就应该认清自己，也应该认清楚局势。我知道，以后白大师您说什么，我绝对不会有什么意见。早就想到有这么一出，这个江珠什么都好，确实恻隐之心重了一些。放在和平时期那肯定是优点，但问题是，现在是末日，人类能不能活下去，这要看天意。行了，在这说这些也没用，你心是好的。这样吧，先去看看他们还能整什么药，顺便也好看看那个幕后黑手到底在图谋什么。好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叫这么远。大家不要急，别忘了刚才总部说的，千万不要去看井底。放心好了，刘大师，我们可不会乱来。不过这井怎么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啊？确实有些不太对劲。咋说呢？有一股血腥味儿，而且还有浓郁的恶臭味，闻着就让人想吐。不应该啊！之前我还老来后院晒太阳，也没这股味道啊。估计门产生了异变，所以连带着这处阵眼也发生了异变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还继续捞吗？我怎么总感觉这井底有什么脏东西？放心吧，我没感觉到井底有什么异常能量波动。按照之前说的步骤，我们开始打开阵眼。这阵眼需要阴阳调和才能打开，所以需要一男一女2人前来打水。有人愿意自荐吗？你们谁去？我去了吧，我不去。就算你们还愣着干嘛？一个个的都不想出去了吗？说的轻巧，这井一看就有问题。鬼知道贸然上去打水会发生什么。没错，你怎么不自己上去？我才不去，我可不想不明不白死在这里。白大师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赵浩有问题呢？他该不会是那个幕后黑手派过来的卧底吧？不太可能，如果真的是卧底的话，表现不应该这么明显。这可能就是坏人神机妙算，不如蠢人灵机一动吧。江医生，你刚才不是还大义凛然吗？这打水需要一男一女，女的要不你来？我？不然呢？难道还能让我男扮女装上吗？可以。女的让江医生，男的我来。白大师，这不是那个天天幻想着自己穿越了的白夜吗？江医生，怎么白大师都喊上了？白大师？这又是哪来的白大师？难道这白夜真的是穿越了？
什么穿越呀？真要是穿越的大佬，我们还能被困在这儿？要我说，也不知道江珠哪根弦搭错了，居然真信了这个神经病。难怪刚才江珠举动那么乖，就是他该不会以为他的那个白大师能救大家吧？我可以去做，不过还请你们嘴巴放干净点，不然你们自己来。哎，行，我们不说了，你们赶紧的。多的话我也不说了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要看井底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见底？这都下去50多米了吧？这井可真深，不过枯井嘛，也能理解。怎么好像有声音？哎，可算见底了，感觉这井得有上百米深了。真有人把井钻得这么深吗？问题是，这不是枯井吗？怎么刚才我听到了水声了？这口井是阵眼，因为煞气具有，这会儿肯定是化作实体了。到时候打上来的不是水，而是煞气。还好我没去打水，这打一桶煞气上来，谁知道近距离接触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？早知道这群人是这么个东西，我就不该动什么恻隐之心。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什么？回头和你说，先打水吧。我有什么问题吧？这万一打上来，门直接开了咋办？放心吧，门肯定不会开。我知道那幕后黑手打的什么主意了，还得多谢这位赵浩，不然我真想不明白。好，那我听白大师你的。这绳子怎么这么重？不就是一桶水吗？怎么感觉得有几百斤重？就算里面装满了青菜，也就这个重量吧。你们2个人恐怕拉不动，要不再来几个人？不必了，我们2个人足矣。你居然提得动？难道你也是灵能觉醒者？不对，我看你身上没有一点灵能波动啊。不就是一桶水吗？有这么玄奇吗？不会你们在这儿故弄玄虚吧？这是煞气实体化，重量堪比金银。如果没有特殊的手段，光靠人力的话，2个人根本拉不出来。哦，我天生神力。怎么还没到底？我都快没力气了，什么时候才好？你配合下，稍微用点力就行，我能提上来。好。我怎么感觉越来越臭了？打上来的不会是一桶屎吧？啊！怎么会断了呢？这要是断了，我们要怎么出去啊？等等，不要看井底。我去，坏事了！我怎么感觉一下子就变得阴冷起来了？我操！这好的家伙看井底了，绳子还断了，咋办呀？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赵浩，你还在那看什么呢？赶紧过来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在这儿？啊！刘大师，救救我！这绝无可能，这一定是幻觉！你这个骚货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这是怨气附体了！你想掐死我？你活着我都不怕，死了还想要我的命？没门儿，贱女人！天地玄黄，好人正气！这怎么办啊？怎么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了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这本就是急煞，此刻又吃了活人，接下来怕是要闹僵。闹僵？在我们驱魔师一行里，脏东西分为阴煞2种。阴便是没有实体的鬼灵，这些鬼灵一般都拥有特殊的手段，但只要应对得当，
解决起来并不难。那煞呢？煞便是拥有实体的僵尸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哪怕是热武器，都拿他们没办法。想要解决，只能靠人命去填。那这么说，只要出僵尸了，就没得救了。僵尸只是基础实力强，上限其实并没有鬼灵高。鬼灵达到 S 级，哪怕只是说出他的名字都要死，而僵尸只要达到 A 级以上的驱魔师，都能无损解决。那刘大师，你能解决吗？我不过就只是 C 级的小卡拉米，不然我早就出去执行任务了，还用得着被派来这家医院潜伏这么久吗？那咋办？我们是不是都要死在这里了？早知道就听蒋医生的了。虽然是慢性死亡，但起码还能多活几天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全都要死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呼叫总部支援了。啊！怎么办？真的可以吗？啊！一定要成功啊！呼叫总部，我是刘涵，这里出了点意外，需要……你不要过来啊！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的。你当初要是顺从一点的话，不就不会死了吗？我也不需要被拖到这个鬼地方，怪你，都怪你！好痛啊，好冷！求求你放过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要吃人，我可以给你带路啊，上面有很多活人，我肉糙，那些女人肉肯定更好吃。这是赵浩的声音。这个赵浩真不是个东西，自己要死了，还想拖着我们一起死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打给总部的吗？为什么能听到赵浩的声音？不会是手机出问题了吧？我就说，要是除魔司知道这里的情况，早就派人来了。我们江城可是有 S 级除魔师坐镇的。那这个电话出问题，刚才那个电话不会也有问题吧？其实最早那个让我们去警兵的电话，不是总部打来的，而是当东西在作祟。不可能，我好歹也是除魔师，说是妖邪作祟，我能感觉不到波动。可刚才那个电话你也没感觉到什么异常波动啊？要不是电话那头传来赵浩的声音，不管怎么样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们应该琢磨接下来如何渡过难关才行。我虽然实力不算高超，但怎么说都是现场最强的人，大家接下来听我指挥可以吧？刘大师您谦虚了，除魔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是高不可攀的人物，不听您的还能听谁的？虽然僵尸恐怖，但其实刚诞生的僵尸也不算什么，只要不让它吸饱人血，搭配一定的手段，还是可以制衡的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避免伤亡。只要我们聚在一起，别被逐个击破，基本上就没问题。而且僵尸有个致命弱点，那就是惧怕阳光，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放心，外面总部肯定察觉到我们这里的异常了，只要熬过今晚，总部必然会支援到位。白大师，这么做没问题吗？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，这样自然没什么毛病，不如说是教科书一般的解决方案。那就好，我真怕再出什么问题。当然，我只是说这种正常情况下，很明显现在不是正常情况啊。那岂不是说我们在做无用功？首先，这不是普通影响视觉的武器，这魂物只来源于一个地方，那就是鬼界。我们在鬼界？对，鬼界是地狱和人间中间的灰色空间，在这里，活人和鬼异可以达成共存，活人不会受到鬼异侵蚀，鬼异自然也不会受天道束缚。在这里，强者为尊。那岂不是熬到白天也没用？不仅如此，此刻在江城恐怕已经没有这家医院了，就算除魔司总部察觉到异常，也找不到鬼界了。那我们岂不是只能坐以待毙？想要从鬼界回到人间，确实会比较麻烦，就算是我也很难办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一辈子待在这个鬼地方，这不是乐不乐意的问题，吃的也不够呀。我一直信奉一个原则，只要按照这个原则来，基本上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什么原则？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好了。只要解决掉那位小鲤鱼，没了他的规则之力支撑，我们自然也就回去了。你说的好有道理，不过小鲤鱼是啥？那漓江大王本尊就是一尾鲤鱼，机缘巧合之下吃掉一名孽人的，
但敢在这1亩3分地作威作福。听你的意思，其实这个漓江大王很好解决。换做我前世的话，露头秀秒的小垃圾罢了。不过现在我功力全失，暂时还拿他没办法。那个江珠和白夜，我盯着你们很久了，你们一直在说话，根本就没停过。怎么，我的计划都听明白了？压根就没听。看来是我的计划入不了您这位白大师的法眼了。没错，就是个送死的计划，听了也等于没听。浪费时间的事情，我从来不干。本来还想着之前得罪了刘涵，还不是要被针对了，现在好了，居然有个脑残主动出来帮我承担怒火。啊！虽然我也觉得这个刘涵有些不太靠谱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也比白夜强吧。也不知道那江医生到底怎么回事，真就得了失心疯了。好你个白夜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绝世高手吧？至少你不算什么绝世高手，甚至你连目前最基础的规则都未曾了解清楚，就开始安排你所谓的计划。好，既然白大师有高见，那还请白大师说说看，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？你刚才说此地是极煞之地，存在着僵尸，这点倒是没有问题。哼，不过是把我的结论重述了一下而已，真当自己有本事？确实如你所说，现在我们大家处于一个险境，而想要解决这个麻烦，有2个办法。你不会又要把我的方法说一遍吧？第一，僵尸确实很难处理，但我们完全可以趁那脏东西未成气候，先下手为强，解决掉它。解决？你说的倒是轻巧，对方现在刻意躲着，吸收月华，强化己身，你要怎么找出来？难不成钻进这井里，到时候僵尸没找到，自己反倒是煞气入体死了？还是说要把整个精神病院掘地3尺？完全可以找出昌鬼，这些昌鬼都是那僵尸的爪牙，身上带有僵尸的气息，再根据这些昌鬼的气息，用导魂术便能找到那僵尸所在的位置。啊！这位白大师，别搞笑了啊！就算我不是专业人员，只是个医生，我也知道，所谓昌鬼是被老虎吃掉的人所化，为虎作伥这个词没听说过吗？亏我刚才真以为你是什么高人，我真是脑残啊！白大师，看来你这第1个法子不太行啊，大家都不同意。你的第2个法子呢？这第1个法子都如此丑陋不堪，还让人说第2个法子，我现在可没有想笑的心思。就是，还是别让这家伙浪费大家时间吧，太无语了，哼！第2个办法，这里是鬼街，在这里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则，在这里人行人道，鬼走鬼图，所以必须要按照自己平日里的生活规律来活着。大家该去病房去病房，该上班上班，假装一切事情都没发生过，否则什么？否则会被鬼街同化。你将大家聚在一起的举动，已经完全违背了这个规则，到时候僵尸可能都还没怎么出手，就已经要出现上网了。笑死我了！你可真逗，什么鬼街，我都没听说过这玩意儿，你还能自己编出一套自己的行为守则，我佩服你的想象力，不去写小说真是可惜了。刘大师，别和这种人一般计较，他就是个神经病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们还是先把自己的事给办好吧。看来你们都瞧不上我的2个办法。不然呢？第1个连逻辑都不通，狗屁办法；第2个更是让大家去送死，各回各家，那不是让僵尸逐个击破吗？拜托，就算你什么都不懂，电影总看过吧？遇到危险分头行动，只会让你死得更快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话已经带到了，我就回自己病房休息去了。你不准走啊！现在僵尸作孽，要是吸食了你这个落单人的血食，我们岂不是更危险了？他想死就让他去死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天亮了总部就会来接应我们了。这也呢？
那么请问，还有谁想跟着这位白大师一起行动呢？白夜，既然和他们说话说不通，我们走吧。哼。江医生，我不知道这位白夜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，不过我建议你，还是别拿自己的性命做一己之争。多谢刘大师关心，不过我相信白夜。刘大师，您就不要为这点小事生气了。您看我们不是都还相信您吗？说起来也有些好笑。这段日子，我对这江医生也有些好感，不过却没想到他竟是如此拎不清的人，倒也因此事看清了一个人。那江医生平日里就一副目中无人的态度，有眼无珠罢了。刘大师，你要找女朋友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啊？是，就你这德行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能配得上刘大师吗？人家可是灵能觉醒的除魔师，高高在上，人族翘楚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行了，还嫌不够乱吗？把病人和医生们都安排好休息的地方，我们今晚就在这后院将就一下，我也好照看到每个人，出事了第一时间动手援助。放心，我们肯定安排好。白大师，您刚才为什么要胡扯出第一个办法？如果直接说第二个办法，大家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嘲笑你。你觉得我是在胡扯？为虎作伥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的。在诡异复苏前，每年有多少人死于老虎口中？哪有什么长诡异说？这算是一个误会。记录这个的古人当初遇到是一个被炼化僵尸的老虎，被伥鬼缠身，逃命之余就认为被老虎吃掉的人都会化作伥鬼。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僵尸的一种手段，只要对付过僵尸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法则。那刘涵不是除魔司的人吗？他怎么不知道？很明显，以他的天赋，就算努力一辈子也对付不了僵尸，这些知识就没必要给他传授。反正就算遇到僵尸也是个死，知道多了反而死得更快，不如什么都不懂，一心逃跑还有小概率活下去。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。那白大师，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按照你说的，回自己的房间，假装一切正常，这真的能行吗？万一僵尸找上门，不想着拯救更多人了？您就别打趣我了。我知道之前是我自己圣母心发作，也终于明白你说的道理。有时候拯救他人，甚至可能会害了自己，除非有完全的把握，否则还是自扫门前雪比较好。总算是活明白了。接下来任务肯定是回房间，毕竟就按照我刚才所说，这里人行人道，鬼走鬼图，按照这个规则行事，肯定会降低被主动攻击的概率。主动攻击？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么做，那个僵尸说不定就不会攻击我们了？我可没说这地方只有僵尸啊，还有别的脏东西。拜托，这里可是鬼街，孽物横行，你觉得贸然出现这么一大群活人，这些活人还聚众抵抗，制造恐慌，这些行为会让他们像黑暗中的灯火一样，吸引那些孽物的注意。怎么了？有话就说。白大师，我有点害怕，我今晚能和你一起睡吗？怎么还没嫁给那位小鲤鱼，就想着给他戴绿帽了吗？白大师，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我就开个玩笑，我本就有这个打算，让你一个人回自己房间，我可不放心。万一你死了，那就真完了。为什么我死了就完了？你死了，那小鲤鱼就可以完全利用诡异规则将你引渡到水府监狱了。到时候想要离开这鬼街，那就难上加难了。你又想要说什么？但说无妨，别和便秘似的，一副要说不说的姿态。你才便秘呢！我就是很好奇，你这么有本事的人，为什么会救我？甚至还为了救我，不惜成为一个精神病人。因为我绑定了系统，系统要求我必须保护好你，完成任务就能得到奖励。
不想说可以不说，胡乱编个理由骗我算什么事？对了，这进入鬼街了，这里还有热水吗？晚上被吓了一身冷汗，总感觉身上黏糊糊的。有的，你先去吧。还真没把我当外人，我一个大男人在哪，就跑去洗澡了，也不怕我一时冲动做点不该做的事情。公鸡、血黑狗血、糯米、墨斗馅，对付一个刚成型的小白姜，应该足够了。可惜这会儿没有制作千魂幡的材料，不然做出千魂幡来，别说漓江那我小李云了，就算是西省那头大公鸡来，也是世间秒杀的货色。你这洗手间怎么连双拖鞋都没有？平时不洗澡的吗？对啊，一是从那个世界回归后，我就没洗过澡。要拖鞋干嘛？那你身上岂不是很脏？不对，我怎么没闻到臭味，反而感觉你身上香香的，有点婴儿身上的那种味道。我早就辟谷了，连撒尿拉屎都不需要，身上一尘不染，当然不用洗澡。至于你说的香味，那是复归于婴的境界，说明我已练成无垢之躯了。修为高深了不起啊！修为高深确实了不起。这是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墨斗线易于亮天地之气，用这个墨斗线绘制七星北斗阵，妖邪不侵，所以你今晚能睡个安稳觉了。我之前就很好奇，明明你很厉害，还能用那种金光灭敌，为什么除魔司那边感知不到你的灵能波动？而且你用的这些手法，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我感觉就算是普通人，用你这些法子，也能稍微应付一下鬼物。按道理说，有这种办法，官方早就普及给大众，能增加不少生存率呢。所谓除魔师，算是一种异能，讲究的是力大专飞，靠着自身的灵力强悍去应对诡异。但如果对方实力强于你，就完全无法战胜。而我修的是天师道，练的是一口先天之气，可以办到四两拨千斤，哪怕遇到无法解决的强敌，也能靠着一些法子周旋一二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懂了，不是一个力量体系，所以无法检测，而且明摆着你所修炼的力量体系更高一个级别。白大师，你这有吹风机吗？我想吹个头发。一日洗身，一月练形，千邪万岁，随风去尘。好了，头发居然干了，而且感觉有一股风在我皮肤上游走，让我身体更清爽了，跟去了一趟澡堂搓澡似的。这是什么术法？白大师，我能学吗？无垢净尘诀，以你的天赋，苦修3年，差不多就学会了。3年后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。拿着吧，这是撰写了无垢净尘诀的符录，1个月内你身上不会有任何秽物。白大师，你实在是太好了，害死你了。抱歉，白大师，我刚才一时兴奋。无妨。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些什么？去找那个僵尸吗？这僵尸刚靠吸食赵浩的血石复苏，现在正是最虚弱，也是最需要巩固的时候，必然会藏在一个极阴极煞之地消化吸收。精神病院这种地方，没有100也有几十处，盲目去找是下策。那上策是啥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按照你说的，今晚外面那些人肯定死伤惨重。要是今晚不把那僵尸解决了，等明天他吸食的那些血石就不好解决了。赵浩刚死，魂魄被那僵尸拘禁，很快就会化为新的伥鬼。新鬼怨气最重，也最容易被驱使，僵尸必然会派他出来探路，或者引诱下一个猎物。只要跟着他，就能找到僵尸的藏身之处。这个赵浩，我这是个祸害，死了还化作伥鬼找麻烦。没猜错的话，他的首要目标肯定是你。我？那僵尸是小鲤鱼的下属，而你的肉身则是九阴玄女之体。吃你一个血石，顶得上数千个血石，还能将你的魂魄制作成伥鬼，献于他的大王，一箭双雕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赵浩马上就要来找我了？什么声音？说曹操，
曹操就到。嘘，来了。怎么不是赵浩，居然是我爸？珠儿，珠儿，你在里面吗？爸爸来接你了。外面太危险了，跟我走，爸爸带你离开这儿。珠儿，开门呐，我是爸爸。别怕，爸爸保护你。我们回家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江主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，开门，让我进去，救救我！那个女人说，只要你开门，就放过我。你一个贱女人，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现在开门还来得及。让我撞开门，到时候要你不得好死！一会儿等他力竭，你再开门。假装被他所蛊惑，拿着这些东西，他拿你没办法。跟着他就能找到那个僵尸。记住了，全程不能眨眼，一旦眨眼就会打草惊蛇。短时间内，那丧尸绝对不敢冒头。等他发育好，哪怕是我对付起来也会有些麻烦。我记住了，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拖后腿。不管看到什么，不管谁喊你，都要假装没听到。我会跟在你身后，不会有任何危险的。活人气息，江主，你个贱女人果然在里面，赶紧给老子开门！江主，赶紧出来！你不会以为能在里面躲一辈子吧？只要你出来，我可以保证你能无痛苦的死去。假装害怕，演技好一点。张浩，你为什么死了都不肯放过我？好歹我还给你治过病，你就不能念一点恩情吗？谁让你给我治病的？我本来就是装的精神病，结果你还要让我吃盐酸鹿病嗪片，给我打镇定剂，搞得我整天不人不鬼的，我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。我只是想治好你的病，谁知道你是假装的。求求你快离开吧，以后逢年过节我给你烧纸钱。哪里还有以后？困在这里的人都得死，你赶紧出来，现在死还能死得痛快点。我不信，我一定能。假装精神崩溃，然后开门。记住了，要演得双目无神，绝对不能眨眼。哎，看来恐吓起到效果了，果然是个贱女人。江主，快开门！我也是为了你好，早点死就可以不用恐惧了，还能嫁给大王，享尽荣华富贵。跟我走吧。早知道穿鞋了，这一会儿得光脚走，还要饱受折磨。说起来，僵尸身上的血衣也是炼制千魂幡的重要材料，不过看起来年份应该不太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特殊手法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不是江珠吗？他前面是赵浩，赵浩不是死了吗？这是赵浩的冤魂作祟。看来这个地方有些诡异，死后可能会化作厉鬼害人，这样的话大家都得小心点，人一不小心死的多了，哪怕是我都无法应付。那现在咋办？要是江主死了，他岂不是也要化作厉鬼来害我们？要不我们去救他？不过只是区区地级怨魂罢了，随手就能灭了。既然这位江医生看不上我的办法，执意要死，那就顺他的意喽。没错，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此辈不渡自绝人。既然这江珠自寻死路，我们何必插手？
省得回头还要被他埋怨。那个白夜真是害人，怎么死的人不是他？还好我们没听他的妖言，不然这会儿指不定是谁死呢。没错，多亏了刘大师，不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。果然白大师是对的，我明明是为了救他们，结果现在这群人看着我死，根本没有搭救的意思。不过我现在脚好痛，白夜啥时候才能好啊？再这样我皮都要被磨破了。快了，马上就要解脱了。可惜啊，这么漂亮一个美人儿，早知道会死，今天我就该强行占有她。现在好了，有心无力。我们真的见死不救吗？江医生真的会死吧？其实我觉得他挺无辜的，他也是被白夜给迷惑了心神。哼，我警告过他，别跟着那个疯子走。现在被厉鬼索命，怨不得旁人。他死了正好，那厉鬼得了血石，说不定能安分一会儿，给我们争取时间到天亮。都给我守好各自位置，谁也别乱动。煞气源头想来就在那堆杂物后面，一会儿等那僵尸出现，就给解决掉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血腥味、土腥味，还有甜腻味、恶臭味，地上踩着也黏黏糊糊的，还没红啊！再搞不定我都要吐出来了。江医生，到地方了，进去吧，只要进去就解脱了。江主，你赶紧进去啊！愣在原地干嘛？这是什么？眼睛？白夜，你快来！我要顶不住了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恢复神智的，但现在我要你感受我所经历过的一切痛苦。没有东西，让你带个人过来都办不好，后面还跟了个尾巴，有何用？不，我把人带过来了，你答应放我自由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。你当初杀我天家，凌辱我的时候，哪般想过放我一马，放我爱人和孩子一马？果真是九阴玄女体，只要吃了你，我就能化作飞江，到时候谁都奈何不了我。小丫头，等把你献给大王，到时候别说是飞江了，恐怕更高境界我都能突破。哦，又是他！完了，他出来了！白夜你在哪儿？救命啊！这是他要吃了我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雷翅破煞。雷法？不可能！这白夜明明只是个身上没一点灵能波动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掌握只有 A 级驱魔师才能掌握的雷法？什么？这白夜不会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吧？那我们刚才岂不是得罪他了？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？白大师，你总算来了！你都不知道，刚才我差点感觉自己要死了，而且这地上都是碎石头，踩得我脚好痛。这语气听着，怎么感觉像是在撒娇？这江医生初次见面还是一副女强人姿态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娇嗔的姿态，倒是颇为诱人。既然我来了，你就绝对不会有事。何方小小，竟敢坏本宫好事，找死！道行浅薄的孽障，
还敢大言不惭，找死！一会儿我会拖住这僵尸，你看情况把手里的东西铺在他身上。啊，我一定能办到。倒是有些手段，扑向那边的愚蠢之辈，不过也仅此而已了。我会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的伎俩都是无用功。香气沉沉映乾坤，燃气清香透天门。紫薇宫中开圣殿，诸天神佛写书云，平药一心专拜前，神兵火急如律令。起神咒，这里可是鬼界，你所谓的满天神佛根本听不到你的祈求，等死吧，小子！哦，那可未必。鬼界隔绝生死，却隔绝了满天神佛的注视。这里不在三界之中，超脱五行之外。我要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怎么可能？在鬼界，你怎么可能请得到神？这不合常理。若是所谓的诸天神佛，我确实请不来。可若我请的不是他们，什么？那你请的是谁？当然是过去的我了。金光巨灵，听吾敕令，开！少年法罢了，只不过是一个废物。过去的你又能厉害到哪儿去？给我顶！这力量，岂能远超所谓僵尸的我？怎么可能？就是现在！我操！打架还得看女人啊，这都是奔着下三路去的。北斗镇尸，墨斗封魔，给我复！臭道士，你究竟是谁？竟能杀我金身，大王不会放过你的！待我挣脱，爹娘将你碎尸万段，心甘情血！金身不过是刚吸了点血食的跳梁白浆罢了，竟敢称金身！你那主子漓江水神不过是一位侥幸得了孽龙丹的鲤鱼精，也配当大王？当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你怎会知晓大王个脚？你绝对不是籍籍无名之辈，你究竟是谁？这血衣怨气竟如此凝练厚重，远超这僵尸本身道行。是殉葬时吸收的劫怨，还是那漓江小鲤鱼的手笔？哼，倒是炼制千魂幡主幡的上好胚子。江珠，你上去把他衣服给扒了。好。扒衣服？对，把他衣服给扒了。等扒光他，我就用雷法把他给灭了。臭道士，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我是你的对手，你杀了我便是，为何要羞辱于我？本事不大，逼话挺多，像极了我单排时遇到的队友。江珠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扒了呀！不是，这会不会有点变态啊？感觉有点过分。要杀便杀！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脑子里面永远都是那件破事。少好那个畜生如此，你这禽兽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他身上的血衣与我有大用，那漓江水神倒是大方，居然给他赐下这等血衣，恐怕不仅仅是手下这么简单，说不定都难为小妾了。你居然奔着血衣而来，我定不让你得逞！
丙丁之精，元气扬明，威震天下，气灭火神。急急如律令。去火咒，你臭道士怎么会的这么多？不应该啊！那些牛鼻子分明早就已经断了传承才对。再愣着我就顶不住了，到时候我第一个跑，你就在这等死吧！马上！不要！那里不行！这煞气，这真假，这布料，果真是上好的材料。白大师，你不会拿着血液做奇怪的事吧？我又不是变态。再说了，我真要产生什么冲动，直接对你下手不是更方便吗？何必要用这血衣？救命！那是什么东西？白大师，不想死的话，别看。白大师，中庭那边好像出事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我呢？贵界的那位居然真的存在，还闻到了破坏规则的味道。你们还有那群蠢货，一个都跑不掉，都得死在这里！大师，那是……一会儿配合点，发出点声音。一会儿你自然明白。记住了，这是规则。正常情况下，一间病房只能有一个住户。想要让他理解2个住户，就只能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感觉白大师的身体都在颤抖？白大师说的那不正常的事情，是我所理解的那事情吗？他来了，记住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就当我们在亲热，发出点声音，快！不是，我叫不出来啊，那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来了，继续。好了，根本动不了。白夜，你慢点。不是，难道这都瞒不住吗？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大不了自爆魂魄和他拼了。慢点，我顶不住了。好了，终于走了，差点以为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刚才那到底是什么？给我的感觉比那僵尸、比和气要恐怖得多，甚至那漓江大王都完全不如。不可直视，不可名状，不可言说。那是什么？鬼界的清道夫，或者说规则的某种具象化存在，不能用眼睛去看它，不能提到它的名字，也不能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连你也不行吗？别说是如今的我了，哪怕是最巅峰时期的我，看到他也只能退避三舍。那他和那个漓江大王谁更厉害？现在说话连脑子都不带了是吧？那个小鲤鱼算个什么东西？拿他和他比，如一粒浮游见青天吧。这么夸张？还好我们刚才骗过了他，否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不过漓江那条小鲤鱼，还有这精神病院深藏的门，现在甚至连他都出现了，感觉像是被卷入了什么大事件啊！睡吧，经历了一晚上这么多破事，也该困了。系统，宿主我在。不是，刚才连不可言说都出现了，我算是避过一难了，并且还清理了一头僵尸，这不给我算奖励吗？宿主当前任务为在月圆之夜前彻底断绝漓江水神与江珠的契约联系，在完成该任务之前无法刷新新任务。行吧，你这系统一点都不随机应变，能卸载吗？系统正在卸载中，1%、2%。停，蚊子腿也是肉。算了，
我还是乖乖的完成任务吧。已停止卸载，感谢宿主使用系统。不管这其中隐藏了什么大事件、大秘密，既然我来了，那你所谓的谋划，注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进来吧。报告司长，长寿阁中传来消息，您派去精神病院蛰伏的刘涵已经身亡。刘涵身亡？看来精神病院那边出现了意外了。是否出动特战队前往探查？出动吧。看来计划要开始了。原本只是随手落下的棋子，倒是没想到发挥出了不一样的效果。有点意思。你也一块去探查一下，看看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。醒了？放心，我可没趁你睡着对你做什么。早上好。肚子饿了？那我陪你一起去吃东西吧。去哪儿吃？食堂啊，虽然人都死光了，不过食材还在啊，支撑着我们活到回去，问题不大。可我不会做饭。那就吃面包。医院里不是有便利店吗？也是。没想到人居然真的全都死光了，甚至连尸体都没留下来一具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在那种灾害面前，人力自然显得卑微而又渺小。对了，白大师，昨晚你说的已经猜到幕后黑手打的什么主意，能和我说说什么情况吗？和你说了你也不懂，浪费这时间干嘛？行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最近这几年这家医院是不是频繁的更换病人，连带着工作人员也都一起换了很多？你怎么知道？看来确实如同我所猜测的那样。那想来幕后黑手用几年的时间搭建出了一个恶人夺魂阵。恶人夺魂阵那是什么？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人在害死他人时身上会沾有因果，恶人身上所沾染的因果会比普通人多得多。所以白大师，你的意思是有人专门收集恶人，并且用几年的时间将这些恶人全都聚集在这家精神病院？没错，只要这些恶人死在这个阵法之中，就可以炼出一枚赤业果。赤业果？没错，因果就代表着业力，而恶人死后，他们身上的因果也会彻底释放，爆发出强大的业力。大量的业力汇聚在一起，就能炼出赤业果。吃下赤业果，就能成就红尘仙。红尘仙那是什么？算是一种境界吧，也可以说是陆地神仙。总之，算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巅峰。也就是说，有人想要利用这些恶人提升自己的修为，那岂不是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和一些恶贯满盈的家伙共处一个单位？所以你能活到现在，身上还是带有大气运的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居然做出这种邪恶的事情？拿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修为，简直太邪恶了！恐怕这么做的人，非但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，反而觉得自己在伸张正义，是人类之光呢。可不是每个人都是大恶人啊，比如我就不是什么恶人。你父亲可是利用你和漓江水神的婚契大捞特捞，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敛财，身上的因果都要多到爆炸了。要知道，这种行为间接直接性的掠夺了多少人的财运，又有多少人因为这行为家破人亡。这确实，我父亲是个罪人，而我自然也是大罪人。那你呢？你总是无辜的人吧？啊，
我同样也是恶贯满盈之人，放在古代也是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。啊！你杀人放火了？有些事情不说也罢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出现在这间精神病院里面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冤枉的，包括那位除魔司的刘涵。毕竟赤叶果这东西，但凡夹杂着一丝杂质，都会变成见血封喉的毒药。难怪你昨天的态度怪怪的，我还以为你是个绝对冷静的冷血生物，没想到其中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信息。若真如你所说，那幕后黑手恐怕还真就是在伸张正义。也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。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一切建立在牺牲他人才能提升修为的法子，全都是邪修，而见到邪修，必杀之而后快。怎么会？不管怎么样，死的都是坏人吧？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，他现在可以为了修为献祭有罪的同类，那他日是否也会为了自己的贪欲害死更多无辜的人？只要踏上这条路，感受到了捷径的便利，很容易就会走上生灵涂炭的路子。你说的的确很有道理，而且不管怎么样，那幕后黑手的行为都促进了鬼门的打开，到时候一定会因为鬼门大开，死不少无辜之人。你能想到这一点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好歹是个博士，而且还主攻的心理学，好吧？好了，不闲聊了，还是看看昨天的收获吧。倒是因祸得福，昨夜僵尸的血衣沾染了清道夫的气息，竟是产生了美妙的反应，品质更上一层楼了。说起来，白大师，你收集这种东西有什么用？不会是想要拿来自己穿吧？炼制一种法器，可以说这个法器一旦炼制成功，你的那个未婚夫稍稍碰面就死无葬身之地。什么未婚夫？我才不会嫁给鱼呢！行了，我得去找找院子里有没有败草，若是能找到的话，那千魂幡的材料就能凑齐一小半，可以炼制出半成品来用用。威力虽远不如成品，但却比我这两手空空强多了。败草？那不是杂草吗？有什么说法吗？自古以来，民以食为天，而败草的根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，能阻碍水稻生长，所以败草又被认为是至阴至邪的植物。所谓物极必反，以败草和僵尸血衣为基底炼制出来的千魂幡，自然也就成了万千邪祟的克星。啊，怎么感觉你们当道士的学的东西比我考博士还繁琐复杂呢？各有各的难点吧。若是你对修道感兴趣，我回头倒是可以教你点东西。真的吗？我可太有兴趣了！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觉醒了灵能的除魔师，觉得他们斩妖除魔捉鬼也太帅了。你的体质修道只会事半功倍，比起那些所谓的除魔师要稀有得多。没想到我居然也能有这样的本事。Go go go！ 先去帮你找败草，回来等你忙完就教我修道。白大师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早就听到了，或者说那东西就是跟着我们一路从小卖部过来的。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面对那样的怪物，他居然还活着！你看他的手。僵尸！别侮辱僵尸了，哪怕是最低级的僵尸，也不至于是这种水平。这是丧尸。丧尸？那要是被咬一口，岂不是也会变成丧尸？哪里看到乱七八糟的电影？所谓丧尸，就是活死人，身体死了，但灵魂却还以为自己活着，占据着肉身，如行尸走肉般活着。怪他刚才会那么说。这是生物的本能罢了，而丧尸的本能就是找到替死鬼。替死鬼？找到活人，然后占据活人的肉身，这样就可以完成借尸还魂。我可不想被当成替死鬼。我不过只是杀死了几只流浪猫，他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我要他死，我要他去死！我是未成年，我才不会去坐牢，最多就是去少管所，出来后连案底都不会留。
到时候我可以找光鲜亮丽的工作。不过你们女儿可就没这个好运了，活该是让她多管闲事。白大师，我算是明白为什么要找这些人来建造恶人夺魂阵了，真令人作呕。这味道太难闻了，比昨晚在垃圾堆那边还要糟糕。先别呼吸了，这种低级的鬼物死后会释放瘴气，对普通人伤害极大。感觉空气清新多了，你这法术还挺实用。去会府而已，不过能维持的时间不长，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层楼。这好像是护士 A 的工牌，等等，对面有字。不管怎么样，她也是个合格的母亲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她生前作恶多端，现在变成鬼物后，还试图伤害他人。再说了，人心复杂，不是非黑即白。确实如此。嘘，别出声。不止一个，至少3道气息，而且其中一道很熟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感觉比昨晚的僵尸还要诡异？通灵木偶？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通灵木偶，它身上带着人类的灵性。找到你们了，还幸存着的小老鼠！赶紧回房间去，记住，包括我在内，谁来都不要开门。这地方比较狭窄，有利于人偶行动，必须得找个空旷点的地方。你的主人我可没兴趣见，要不让他来见我。不过我可不保证我会见这种小人物。古怪的孩子要受到惩罚呀！人偶，我倒是看看你是用什么能源驱动的，能不能经受土地侵袭？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。除魔司特派员苏黎奉命前来调查异常能量波动。你们是幸存者？除魔司，倒是有趣。你们是怎么追踪到鬼街来的？这里是鬼街？怎么可能？整座医院都被搬到鬼街来了。看来是个什么都没搞懂，只知道装酷耍帅的小姑娘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鬼街罢了。至于怎么来这里的，这是我们除魔司独有的手段，你一个平民没必要知道。有趣，不过现在似乎不是说话的时候。游戏才刚刚开始呢！不管你是怎么才存活下来的，赶紧离开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战场。检测实力 A 级，危险系数3-8，能力破魔使，处理优先击杀。
这就是除魔师的力量。A 级大概相当于我们天师道的先天境，倒是不错。怎么可能？这什么木偶，居然能破我的破魔石！还以为多有本事呢，就这？刚才是你出的手，不可能！我没能从你身上感受到一点灵能波动。灵能波动？那不过只是像孩子挥舞着神兵一般，只是对力量最拙劣的使用方式罢了。除魔司的参与需要及时清除。破魔石散射！五雷使者威猛降临，全天正气，听吾敕令！捂住耳朵，这是怨灵奸笑。惶惶神威，诸邪退散，集结如律令。你引的是天雷，在鬼界引天雷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点小手段罢了，比起这个，除魔司的特派员就你一个人进来，你们的后援呢？还是说你本来就是来执行清理任务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表面意思，我得确定你是敌是友，若是敌人的话，就得做好和整个除魔司作对的准备。你为什么会做出除魔司会与你为敌的假设？刘涵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个女的有点眼熟，看装扮好像是除魔司的人。她怎么进来的？白夜好像对她很警惕，我要不要下去？白夜说了，谁来都不要开门。可他不是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，万一引起误会可怎么办？刘涵昨晚死前一直在试图联系过总部，或者说精神病院的异常，昨晚除魔司就应该注意到了。可你们直到现在才出现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啊。刘涵的魂灯确实灭了，总部检测到这里的异常能量波动达到 A 级，但因为出现了空间剥离现象，短时间内不能使用同步传送。同步传送，这应该就是这丫头出现在鬼界的原因了。虽然在力量使用上，这方世界有些粗鄙，不过科技确实领先太多。行，我勉强相信你说的这些。那么，请问为什么支援只有你一个人？同步传送24小时内只能传送1人到队员身旁。我是先锋侦查员，后续部队需要时间定位才能来到这里。先锋侦查员带着通灵木偶一起来侦查，还是说这木偶本来就是你们放进来探路的？这不是我们除魔司的东西。通灵木偶是禁忌邪术，早在30年前就被总部明令禁止研究和使用了。是吗？那他身上为什么有灵能的气息？虽然很淡，但瞒不过我的眼睛。要知道，除魔司可是聚集了人类几乎所有的灵能觉醒者。是附灵印的变种，这不是正统除魔司的术法，是黑域流出来的东西。别说，这世界虽然力量体系不咋地，但乱七八糟的玩意倒是挺多。从小丫头这儿打探点信息出来吧。黑域，除魔司封印重犯和禁忌物品的地方，3年前发生过一次越狱事件，有几样东西和术法流落在外，一直没追回。所以是有人得到了黑域流出的禁忌物，然后用在了这里。看来你们除魔司内部也不干净。这件事我会查清楚，但现在
我的任务是确认幸存者并带离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必须立刻跟我走。我可以根据同步传送来时的空间通道，开辟出临时通道，带你们离开。走不了，江珠和漓江水神的契约没断，他走到哪里都会被找上。漓江水神？江医生怎么和那个老不死的扯上关系了？你认识江珠？自然，我可是他高中同学。那你应该知道他爸爸了。是这样的，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胡编乱造？怎么听起来这么离谱呢？爱信不信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去楼上找江珠问清楚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样子似乎还在保护江珠，你不会也是别有用心吧？我要别有用心，你现在已经死了，江珠也早就死了。那倒是，不过不排除你图谋更大阴谋的可能性。我留在这里，确实也有我的目的。我要调查这里所布置的恶人夺魂阵，好好揪出这头敢给我做局、不知死活的臭老鼠。恶人夺魂阵，难怪这里的怨气业力厚重的不正常。你是说有人故意聚集恶人在此，炼赤叶果？哦，你还知道赤叶果？看来除魔司的记载比我想的全面。禁忌古籍中有提及，这是邪修突破瓶颈的魔道手段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布置阵法的人目标至少是 A 级巅峰，甚至 S 级。发现聪明，清楚，念头现在一举。这是远程操控，他在向操控者传递信息。想报信？晚了，让我看看你的灵盒内到底储存了什么信息，你的主人又究竟是谁？主人会为我报仇，你们都将成为不好，他要自爆，撤！他自毁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的临时通道能维持多久？能带几个人？最多2人，维持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我需要到预设地点激活符石。那你自己先离开吧。不可能，出魔司从来没有抛弃平民自己撤离的案例。你是想让我成为出魔司的耻辱？江珠无法离开，而我留下来，则是想要在鬼界之中找到一些我需要的材料。你留下来干嘛？送死？你说话真难听，但我还是不同意。你就算了，江珠一个普通人留在这里，是在拿他的生命开玩笑。不同意也没用。江珠是9阴玄女体，是漓江水神的目标，也是炼制赤叶果的要引。这时候离开，只会让局面更加危险。那我就留下来保护你们。保护我们？没记错的话，刚才要不是我，苏大小姐你恐怕已经死了吧？刚才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不过你确实得离开，我觉得你离开会比留下来更有用。你在小瞧我，是觉得我留下来会拖你后腿吗？还记得那个恶人夺魂阵吗？能谋划这种事的绝非泛泛之辈，这需要动用庞大的资源和情报网络，才能在数年里精确的筛选运送这么多恶人，而不被发现。所以你是想让我出去调查这个所谓的幕后黑手，而你则是留在这里破局。能悄无声息办到这些事的人并不多，只要有心，随便调查一下便能调查出来。你对这些事如此清楚，甚至知道炼果之法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现在唯一能阻止这件事继续发生的人。无论这颗果子最后谁吃下，对江城乃至对整个县市都不是好事。感受一下，这灵性虽然被污染，但基底纯净，带着微弱的守护意愿，而非邪祟的怨怼。
我感觉到了活人的气息。这人偶应该是按照家仙的制作方法制作的。家仙？大致的方法就是抽取活人的部分灵性，用以制作灵魂核心，而被抽取灵性的人则会慢慢器官衰弱而死。所以，这位幕后黑手不仅精通古老的邪阵，还能掌握并使用制作家仙的法子。等闲高层可办不到这一点。你是说除魔司内部有高层？或许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利益团体。你们除魔司的档案里，最近几年有没有突然离奇衰弱或牺牲的队员或相关人员？我似乎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了。这就找到了，这头老鼠未免太不严谨。恐怕他也知道我会联想到他，所以根本没想着让我离开。哦，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？刚才我感受了一下来时的空间通道，已经无法感应了。很明显，对方就没打算让我回去。这么一说，倒是感兴趣了。说说看，那头老鼠是谁？我的直属上级，也是江城除魔司的司长，林战。你是说，目前江城最高战力、数百万人的庇护者，是人类叛徒？害我来的人就是他，而那个被制作成家仙的人，正是我的亲姐姐苏流。说说看。我姐姐是除魔司的特级战力，也是林战的助手，也是林战的恋人，但在执行一次任务后就得了重病，最终肾脏衰竭而死。这也不能说明林战就是那个幕后黑手吧？那我要是和你说，我姐死后，林战以思念她为由，制作了一枚等身人偶放在办公室里呢？不是，这么明显，你刚才对战人偶的时候都认不出来吗？情况紧急，一时之间没想起来，被你提醒才慢慢联系到一起。这些年我一直在调查我姐姐的死因，恐怕也是如此，林战才想要连我一起杀了。难怪那个人偶说什么发现苏黎一统清楚的怪话。我会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省级总部，这个害死我姐姐的畜生，我要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。先不说你已经被困在这里，成了瓮中捉鳖，就算你出去后举报又能怎样？你确定总部会为了你而选择放弃一个顶尖战力吗？什么意思？现在可是处于诡异复苏的模式，任何一个顶尖战力都是人类宝贵的资源，更不要说林战这种身居高位、自身还强大的存在了。站在整个人类的大局观来看，你的价值远远比不上林战，这个交易根本不划算。难道就任由这么一个败类逍遥法外？难道我和我的姐姐天生就该死吗？这对你而言确实很不公平，但乱世之中又怎会有公平一说？帮帮我啊？什么？请你帮帮我，我要让罪恶之人付出该有的代价，我要让那些玩弄人命之人不得好死。为什么是我？按照你们的评判标准，我一个不曾觉醒灵能的人，是一个毫无价值可言的非战力人员吧？你不一样，你知道很多东西。交谈中，我发现这世界上似乎就没有能难得到你的地方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能在鬼节引来天雷，哪怕是东南战区第一高手林红鱼都无法办到。说我强大倒是没错，可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可以把自己给你，无论是当牛做马，还是温床伺候，我都能办到。可别，我可……冰检测到宿主触发隐藏任务，在月圆之夜前帮助苏黎击杀林战。任务奖励：天师秘录，功力加100年，千魂幡制作材料。失败惩罚：宿主道基受损，阳寿减20年。时限：157小时59分。你不是说在完成原任务之前不能触发新任务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宿主不是说要本系统随机应变吗？啊！我操！你把我给问住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冒昧了，不该提出这种无理的请求。毕竟对方可是林战，我不该让你身处险境的。或者真如你所说吧，我们姐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。
行了，你这话听起来挺绿茶的，不符合人设。我不是在绿茶，我只是……放心吧，这忙我帮了。你居然答应了？不然呢？你总这么跪着，也不是一回事啊。我想了想，刚才还是太冲动了。虽然你确实是有一些本事，但那可是临战，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。就算我们杀了他，也要面对全除魔司的怒火。那又怎么样？谁要想为他出头，来一个我杀一个。唉，我不能因为一己之欲拖你下水。临战很强，我们需要避其锋芒。哼，不过一个区 S 级战力，你让我避他锋芒？啊，这白夜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自信？难道他真有办法解决？你有办法处理临战？他用阵法将这里设置成了他的炼丹炉，但他似乎忘了一点，药炉是可以用外力打碎的，果子同样也是可以被别人摘掉的。可没什么可的，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，但只要把他引到这里来，有的是办法炮制他。哇，你想通过这些手段逼他过来，在这里对付他？我们知道了他的目的，甚至猜到了他的身份，而他对我的了解，恐怕还停留在一个有点奇怪的精神病人这个层面，敌明我暗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谢谢。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？侦查、牵制，或者当诱饵？诱饵有现成的，楼上那位比你更合适。接下来行动中，你要保护好江珠，他是关键要引。临战和漓江水神都不会放过他，但反过来，他也是我们钓出这2条鱼的香啊。明白，我会和他说明情况，并负责他的近距离防护。然后你要帮我找到这座恶人夺魂阵的阵眼所在，那地方必然是整个医院武器和业力最集中之处，也可能是联系门的关键节点。找到他，主动权就在我们这儿了。我能感觉到异常能量波动，可以尝试定位。那么，我们得快点了。看来人偶的自毁不仅仅是报信，更像是触发了某种警戒机制。临战可能已经知道这里有变，试图用别的手段插足，我们必须把他逼过来。现在怎么做？先上楼和江珠会合，然后苏特派员带路去找阵眼。好。开！小黎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有，外面发生什么了？怎么这么大的动静？路上再跟你解释吧，我们得先离开了。接下来将会有苏黎贴身保护你。你们怎么看起来这么熟悉？白大师是我的恩人，以后我就是他的人了。小林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是白夜的人，那我是什么？明明我都和白夜做那样的事情了，这个狗渣男不会看上苏黎不要我了吧？这江医生发什么癫？莫名其妙的，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根据能量波动来看，阵眼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了。需要我来探查一下情况吗？不需要，接下来你只需要保护好江珠就可以了。9天雷诀的手印，哪怕是 S 级除魔师用了这招都要吐血，拿来开门会不会有些太浪费了？你不是要用9天雷诀吗？谁告诉你我要用9天雷诀了？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解手印？直接踹门显得好像有点太简单了，加点仪式感。这就是赤叶果啊！这不就是普通的青苹果吗？几块钱1斤的东西。什么水果无所谓，就算放着一个梨都行。反正目标只是为了让这水果吸收液。看来这个房间里人挺多呀，不觉得有些拥挤吗？
我都快有点呼吸不过来了。我还纳闷，明明死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刚才一路都看不到什么鬼魂？原来都被困在这里了。天地清明，万物安宁。凤无敕令，一夫为平，以相为宜。正魂于此，速速安心。急急如律令。你刚才做了什么？加快一下流程罢了，我可不想傻乎乎的在原地等个3、5天。所以，你催熟了赤叶果？何必要逼我？我本不愿手上沾染鲜血的。林震，你居然还敢出现！哼，躲在阴沟里的老鼠，终于还是忍不住出来了。老鼠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我还以为你真能忍住，直到最后都不肯出现呢。再不出现，你做这么多岂不是都是白费功夫了？更何况现在赤叶国还差最后一味药引，若是让你贸然动了，我这枚费尽千辛万苦才搞定的果实可就彻底报废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我姐？明明她是那么爱你。爱我？爱能值几个钱？我需要一个绝对忠诚的傀儡帮我做点事，你姐非常合适。林震，你可真是个畜生！我要你去死！我是你的姐夫，同时也是你的教官。我记得从你入行就一直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向你的敌人亮出獠牙。因为那样除了打草惊蛇和暴露你自己的软弱之外，没有任何作用。看来你和苏流一样，都是如此的蠢笨。我不允许你那张嘴说我姐姐的名字，你这个畜生！话糙理不糙，你这道理确实不错。虽然你在帮我教我的人，但你也明白一个道理，我白夜的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的。好快，只凭肉身就能逃到这种速度？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楚魔寺没有关于你的资料？只是一个路过的道士罢了，不足一提。但虐你没什么问题。这里发生的事我都了解了，我承认你的确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你身上有很多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手段。全当你在夸我吧。对不起，给你丢人了。虽然对方是敌人，但确实是这个道理。以后莫要冲动行事了。这次让你吃了个教训，长长记性。抱歉，看到仇人，一时之间没能忍住。你叫白夜是吧？你很强，跟我干如何？跟你干？没错，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金钱、权力、美人，甚至这枚赤叶果我都可以给你。哦，这可是你设局了好几年，好不容易才炼制出来的灵果，你真的舍得？有你这样的人才相助，别说是1枚赤叶果，哪怕是10枚、100枚又如何？真是不错的建议。白大师，不要听他迷惑，他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嘴里没一句真话。没错，刚才过来的路上，我也听说这个人阴险狡诈。不可信啊，白大师！哼，你不阻拦一下？和我作对，相当于跟整个除魔司作对，得不到任何好处。而站在我这边，你能得到一切，代价仅仅是2个微不足道的女人。哼，通过你的行为不难判断，你是个绝对理智的人，你会做出理智的判断的。你说的确实有道理。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。没错，白夜，只有跟着我，你才能绽放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芒。
你一身的才华才不会被浪费。但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废物做事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不过是一介蝼蚁，竟胆敢奢望成为我的主人，当真是找死！牙尖嘴利的小子，真的是活腻了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。哼，这地方太小，施展不开，而且你也不想我们战斗的余波毁了你心爱的赤叶果吧？你当真以为你吃定我了？谁知道呢？如果真的打不过，到时候再考虑跟着你干也不晚。哈哈哈，有趣的小子，那就让我好好给你个教训，让你乖乖臣服，当我临战麾下最听话的狗。来吧，向我展示你的才华吧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利用价值。如果靠嘴打架的话，你确实是赢了。倒是有点力道，这就是你灵能觉醒的能力吗？瞬移在我的速度面前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，还是乖乖的当我的狗吧。白夜，不会有事吧？那可是临战啊！虽然我对你们除魔师不太了解，但也知道这位可是江城第一高手。现在也只能选择相信他了，不是吗？如果连他也办不到，我们除了死，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不过我确实没有想到，那位被无数人吹捧的江城第一高手，背地里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哼，空有一身力量的衣冠禽兽罢了。我看白夜一直在被动挨打，不会真要让这临战赢了吧？未必。如果你只有这些本事的话，我会很失望的。只有这种能力，连给我当狗的资格都没有。哼，力道不错，给我按摩刚刚好。牙尖嘴利的小子，不知死活！瞬移？怎么可能？没有任何灵能波动。我怎么会这儿？明明是那么轻飘飘的一拳，为什么我会产生挨一拳就会死的错觉？速度确实不错，很适合你这头老鼠的能力。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具体是哪方面？瞬移可是 S 级别的天赋，你怎么可能觉醒？而且居然没有引起除魔司的关注。你管这叫 S 级天赋，不过只是缩地成寸最基础的运用手段罢了。少在这里大言不惭了！你一个毛头小子又怎知瞬移的强大？残像而已，你居然都能上当！逗你玩罢了。嗨！肉身之力，不对，这金光，你不是灵能觉醒者，你用的是什么力量？井底之蛙，怎知天地广阔？好了，热身结束，该上主菜了。什么？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，在真正的缩地成寸面前，所谓瞬移，不值一提。小子，先不说这拳慢的可以，你朝哪儿打呢？难不成你在用隔斩打牛？哼！什么？这是怎么办到的？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这不合常理！
无中药物地峡诀，咒后风书缩地功。你的天赋不及我神通的九牛一毛。小离，看到了没？白夜果然没出全力，你看他稍微出手，那个临战就顶不住了。这不是临战该有的战力。如果他只是这种实力，别说是江城第一高手了，哪怕是我，拼了命也能追赶上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临战同样没出全力？小子，你的确有实力，我承认，你有资格当我的狗了。废话挺多呀，想让我加入你，打赢我再说吧。好小子，可别扛不住死了！嘿，重力场，准星，你避不开的。这是我觉醒的第二灵能，避出我这招，你也算个人物了。乾坤步，雕虫小技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躲得过我的重力场？掌心雷，阴着！怕了，倒是惊险的老鼠。大难当头，居然还能再用瞬移避开吗？你能预判我的瞬移落点？预判？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的瞬移轨迹带着空间涟漪，一就能看清。你对这种能力的运用，还停留在蛮力阶段，粗陋不堪。现在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速度。好快！该死！这就怕了，你的实力似乎没有你所吹嘘的那么强啊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借此地煞气一用，复！你能操控鬼界的煞气，不可能！在我的缩地成寸前，你无法逃脱，这是天地间的至高法则。血遁！好的倒快，不过精血损耗，实力折损30%。你若还没别的手段，那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小子，我本起了爱财的心思，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今天你得死在这里了！噬魂逆天法，临战，你居然连这种邪修的手段都练，你我为人！噬魂逆天法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同样是从黑域流传出来的法子，需要献祭活人的魂魄，将其炼制成魂石，紧要关头吃下去，就能获得那活人的实力。也就是说，他是在吃活人，增强自己的实力。难怪这些年江城除魔司的牺牲率这么高。原本以为是鬼灾加剧，现在看来，其中怕是有不少临战的手笔。小子，能逼我到这一步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真丑，什么审美啊？小子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死去。我会将你的灵魂拉出，炼制成这世界上最强的人偶，为此感到自豪吧，小子！你给我去死！这一缺10年的功力，我看你怎么比！只用1根手指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一定是在做梦。许久没和人对战了，一时兴起和你玩玩，真以为我怕了你？
这不可能！你怎会有如此力量？如今的我，肉身哪怕是和飞将硬拼，也能占据一定上风。拿我和飞将这种畜生相提并论，林战，你是在侮辱我吗？好强，强得我感觉自己在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哪怕和林红鱼对战时，他都未曾给过我这等压迫感。等等，你不能杀我！哦，我为什么不能杀你？杀了我，你就是得罪了除魔司，你会被执法队无休止的追杀，你会站在人类的对立面。都这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敢威胁我？看来多年的养尊处优，让你失去了脑子这种好用的东西。不，我不是在威胁你，我只是在诉说一件事实。杀了我，对你绝无好处。怎么会没有好处呢？你设计把我塞进这个鬼地方，杀了你，我心情舒爽啊。嘿，一时的畅快算不得什么好处，可若是不杀我，那好处可就多了。哦，那我倒是感兴趣了，说说看。我可以成为您麾下最忠诚的狗。你也知道，我现在是江城除魔司的司长，马上就要去省里了。有我为你鞍前马后服务，可以帮您做很多事儿。怎么，现在不想着让我当你的狗了？哪敢呢！这世界实力之上，能当您的狗是我一生的荣幸。这小子敢侮辱我，等我从这里出去，定要通知除魔司，好好铲除这人间大魔。白大师，不能听他蛊惑，此人毫无道德可言，日后定会反水。住嘴，苏黎！你不就是因为我杀了你姐吗？还想以自己的私欲裹挟白大师的行动，好深的算计啊！哼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你不过就是个自私的女人，的确和你姐一样有几分姿色，但这世界上比你有姿色的女人多了去了。若是白大师愿意，我甚至可以帮他搞定林红鱼那个尤物。住嘴！不准你侮辱红鱼姐！能成为白大师的女人，怎么就是侮辱了？看来你打从心里就觉得白大师不配呀。白大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哼！不是，我就戏耍一下他，你怎么还急眼了？江城第一高手林战就这么死了？还是说，苏特派员，你是觉得我真的会收林战当狗？对不起，白夜，我确实是一个绝对理智的人。若是他提出让我心动的条件，我可能还真的会收下这条狗。啊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同意？自古以来，乱世之中，兵强马壮者为王。他说的那些权力美人，在长生者面前，形同垃圾，毫无诱惑可言。亏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救我，而拒绝这么大的诱惑。白夜，你还我的感动！得了，别耍宝了，要做正事了。隐藏任务，在月圆之夜前帮助苏黎击杀林战，已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不愧是天师秘录，10年功力让我筑基，100年功力更让我直接跨越一整个大境界，越过3花境，进入了金丹期。小黎，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棍子？拿着棍子打人吗？啊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，应该是500年以上的雷击槐木，槐木通阴，又受过雷击，阴阳调和，是极佳的材料。这么稀有吗？
当然了，普通槐树最多也就活50-60年，只有古槐才能活过100年，100年以上又受过雷击的，那更是万中无一。我甚至怀疑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。这是什么墨？怎么感觉阴森森的，让人感觉好不舒服啊！应该是拘魂墨，以木土、鸦絮、尘沙混合研磨而成，对魂体有着极大的克制。这水应该是无根水。不错，倒是有些见识。我加入除魔司这几年也是有读书的好吧？把你的那个青铜铃也拿过来。马上。不过你要那玩意儿做什么？炼制千魂幡需要镇魂铜铃的铜锈为引，若是再加上你那青铜镇河铃的铜锈，效果会更强。要是那漓江河神知道自己送过来要命的玩意儿，反倒加强你的实力，估计血都要气吐出来了。剧情听起来有点像无能的丈夫系列。小丫头平时少看点不正经的东西。无能的丈夫，我某种意义上也算那漓江河神的未婚妻，那岂不是？江珠，拿个青铜镇河铃，怎么要这么久？啊，在那儿发什么呆？马上来。捣鼓1天了，小黎，你能看懂白夜画的是什么吗？看不太懂，不过好好一枚赤叶果拿来做颜料也太奢侈了。这是九幽封界阵，防止被魂魄反噬。原本用朱砂做颜料也行，但是有这半成品的赤叶果，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还是觉得有些心疼。要不拿姜珠做药引，把这赤叶果催熟，你我2人1人1半。哼，整天就喜欢用言语调侃别人，干你的活去吧。我怎么发现熟悉后，你这人越来越皮了呢？明明初次见面时还是一个高冷女神呢。怎么，你更喜欢我的高冷形态？换个性格也不是不行。算了，还是这样好一些。换回那个高冷女神，我怕你又让我加大药量。什么嘛，老揪着这个问题不放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将要一心一意炼制这千魂幡，用以对付那位小鲤鱼。5天后的此事完成，在这之前，苏黎，你需要保护好江珠。放心，就算江珠死，那也是对方跨过我尸体后再死的。倒也不需要这么一副慷慨赴死的姿态。5天后是月圆之夜，那小鲤鱼应该也会在那天子时过了阴气。你稍微拖延一会儿时间就行。好。不对，江珠，你给我一管你的血。好。我这就去拿仪器，还好这里是医院，否则还真不好整。你要江珠的血做什么？炼制千魂幡需要日日用鸡血浇灌，我倒是有鸡血，但江珠那不是九阴玄女体吗？她的血可比鸡血好使太多了。你拿我和鸡比？白大师，您可真会优化材料。小黎，这都第5天了，白夜怎么还没整好啊？子时指的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这才刚到10点半，时间都还没到呢。之前白夜和我说他辟谷了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这5天他真的一点东西都没吃，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秘法，食物中夹杂着大量的杂质，吃了还要花功夫将其排出体外。辟谷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法子，可以节约不少时间。说起来，你这2天也没吃东西，你也辟谷了吗？我们除魔司吃的都是营养液。相对于白夜而言，你们除魔司跟邪修似的，办不到辟谷，居然能用营养液来代替。再好的营养液也都带有杂质，每天要花不少时间去清理这些杂质。不过比起直接吃饭，确实要好很多。啊，那你们也太惨了！要我说，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美食，不能吃饭和寿星有什么区别？好强的灵能波动，有什么东西要来了。
不会是那漓江水神已经来了吧？怎么办？白夜看样子还没搞定啊！不是，波动没那么强。我们先去外面。白大师正在紧要关头，若是被打扰了，千魂幡炼制失败事小，白大师受到反噬事大。好。白夜一定要成功啊！小丽，有东西来了。应该是医院里残留的怨念，在月圆之夜被引动出来了。别怕，我来处理。我魔石连珠。滚开！退后，别靠墙！他们目标是你身上的九阴气息。以血为引，圣光护庇。不行，这么下去，我的灵能根本扛不住。这些残魂虽然实力不高，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得救了。不是，更厉害的东西来了。这些脏东西抵挡不住，直接魂飞魄散了。难道是漓江水神来了？声音是从大门方向传来的，先去看看。好。这是……魂力颇杂，怨念太深，需以雷霆之法淬炼。天雷为锤，地煞为针，魂魄为铁，铸无神幡，雷来！这小鲤鱼居然敢在这时候来，看来得加快炼制速度。在下漓江水府司礼，奉大王之命，特来迎接娘娘回府。果然是漓江水神的人。我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他哪里也不会去。这恐怕由不得你们。娘娘请吧，吉时快到了。不行，这些东西好强，我必须得拖延一些时间才行。我能去个厕所吗？你也不想你们大王迎娶一个尿裤子的王妃上门吧？怎么在看404？不会是发现白夜了吧？王妃欲要更衣，自然没有不同。还好，我一会上他半个小时厕所，到时候白夜应该已经成功了。正好趁着王妃更衣的功夫，害死一些白夜的苍蝇。总算到最后一步了，接下来只需要认主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气灵吗？不愧是千魂幡，刚制作出来就能形成气灵。
小鬼，伤我漓江水府多人，阻我家主人迎亲，罪该万死！区区百年厉鬼，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耶！白夜，你成功了！我刚才还以为……我这人很有时间观念的，将来只会早到，不会迟到。那漓江水神已经派人来了，恐怕他也快到了。放在之前，我或许还要忌惮一二，不过如今千魂幡在手，化神之下有我无敌。虽然不知道化神是什么境界，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到的。吹吹打打，吵得要死。耶！小子好胆，竟敢对本王亮了牙！一尾小鲤鱼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谁给你的胆子，在本尊面前耀武扬威？本王是龙，不是鲤鱼。小子，你找死！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金光咒，给我破！一击就能将本王的必杀招给击碎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换做平时，我还有闲工夫陪你玩了。今天还是算了，这个鬼地我已经待够了。少瞧不起人了！拿本王的狗来对付本王，小子，你真是忤逆了！小子，你还有什么伎俩？尽管拿出！这是什么？我的神魂！乡下人没见过千魂幡，居然敢用肉身硬汉混沌风煞，我见你是条好汉。你究竟是谁？怎么之前从未听说过你？像你这样的高手，不应该默默无闻才对。废话真多，不过你这位小鲤鱼，倒也勉强勾当我千魂幡的奴仆，给我收！新任务触发，在半年内协助江珠跨入后天境。任务奖励：天师秘录，功力加500年，阳寿加50年。失败惩罚：宿主道基受损，阳寿减100年。我还以为需要一场大战，没想到见面就秒了。连红玉姐遇到这漓江水神都只能打个平手，这就是白大师的实力吗？好了，收船了，做好回阳间的准备吧。好啊，终于可以回去了，我的火锅、烧烤、刺身、炸鸡在等着我。接下来你要辟谷了，你也该踏入修行了。我可不想以后成为你的专属保镖啊。怎么这样？